陸寒江，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。弄脏我的衣服，还想让我加班写验尸报告？这衣服的清洗费必須找大理院報销。此刻帥氣逼人的你正騎在高頭大馬上，在世人眼裡，你是手握生杀大權、令人聞风喪膽的朝廷鹰犬锦衣衛千戶陸寒江。但天地良心，你加入锦衣衛唯一的願望就是找個鐵飯碗，做個每天按時打卡的清閒公務員。今夜宵禁，雲州戚家犯了重罪，上头一道令，滿門緝拿。這種深夜外勤不僅沒有半文錢加班費，還嚴重影響你的睡眠質量。看着周圍這些殺氣騰騰、隨時準備為了業績拼命的屬下，這當下的職場真是讓你感到窒息。千户大人，雲州城戚家上下已全數擊落到此。只要把這燙手山芋扔給下屬，你就可以回去補個回籠覺了。摸魚的精髓就在於合理分配工作。就在你撥轉馬頭準備回去打卡下班的瞬間，意外發生了。戚家居然還藏着個漏网的頂尖劍客，帶着必死的決心，一劍直取你的後心。大半夜的非要搞刺殺，還讓不讓人睡個好覺？你只想好好當條鹹魚，卻總是被逼着出手。10年了，你每天按時打卡積攢內力，如今到底有多強，連你自己都不知道。你只知道這小子耽誤你回客棧了。金剛長劍在水墨畫卷中寸寸崩碎，你連看都沒看一眼，隨手一揮，磅礴的內力化作狂風，那名劍客如同斷線的風箏般倒飛而出，當場昏死。在這個危機四伏的江湖裡，你只想當個清閒的看客，但看着這滿地的殘局，你知道今晚的安穩覺怕是又泡湯了。清晨褪去飛魚服的你，正惬意地在客棧2樓品着早茶。作為外來的帥哥，你自帶日晷外掛，在這個江湖，你不需要找秘籍，只要每天按時打卡摸魚，內力就會暴漲。現在你已經強得連自己都怕。你本以為今天能帶薪休假，直到急促的馬蹄聲粗暴地撕裂了寧靜。秦羽滿身風塵衝上2樓，奉上一封蓋着3道猩紅火漆的加急密信。千戶大人，京城加急，戚家案背後恐有魔教影子。你端茶的手僵住，眼神中瞬間充满大周末被通知加班的生无可戀。唉，这领导就不能让我放个假？传令，明日回京。因为一旦牽扯上魔教，絕對會有沒完沒了的麻煩。你太懂這江湖套路了。你現在唯一的念頭就是趕緊把犯人押送到京城，火速交差下班。有埋伏，列陣，保護千戶大人！吵死了！秦總旗，一炷香內解決，別耽誤了去前方驛站的飯點。離開雲州城的官道上，帥氣逼人的你正舒舒服服地躺在寬敞的千戶專屬馬車裡。作為當代頂級高手，出差雖然煩人，但只要不在一線拼命，基本就算是帶薪休假了。隊伍剛踏入這片竹林，你就敏銳地聞到了殺氣。那些潛伏在暗處的江湖草莽，自以為偽裝的天衣無縫，但在你這滿級大佬的感知裡，簡直就像黑夜裡的探照燈一樣刺眼。有埋伏，列陣，保護千戶大人！吵死了！秦總旗，一炷香內解決，別耽誤了去前方驛站的飯點。你連手指頭都不想動。這種級別的雜兵，如果還需要堂堂千戶親自拔刀，那錦衣衛的工資豈不是白發了？但這群亡命之徒顯然比你想象的更瘋。3名頂尖殺手踩着校尉的肩膀凌空躍起，直劈你的馬車頂部。被打擾了睡眠的啟騰器，瞬間讓你失去了耐心。你連起身的興致都沒有，只是屈起手指，對着上方輕輕一彈，排山倒海的無形氣浪轟然炸開，水墨漣漪狂暴席捲。那3名殺手連慘叫都沒發出，便被恐怖的內力直接震飛。你吹了吹指尖的灰塵，深深嘆了口氣。看來今天中午驛站的紅燒肉是趕不上熱乎的了。
帥慘了的你，那一指的內力不僅震飛刺客，連帶周圍竹林都被狂風徹底推平。囂張的悍匪們此刻如見鬼般呆立，全場死寂，只剩下风声。锦衣卫听着，交出戚家余灭，我玄天教。遇到这种打不过就開始爆字號的反派，閒餘的你都覺得是在浪費生命。魔教不在西域吃沙子，跑來這裡搞團建，純純給你增加工作量。這算不算工傷暫且不提，但我現在心情很不好。你懶得聽廢話，直接打斷施法。反派是死於話多，但帥氣的你只是單純的嫌他們吵而已。你緩緩起身，磅礴內力化作無形的黑色水墨巨手，從天而降，沒有廝殺。魔教妖人被這股威壓生生壓跪在地，連頭都抬不起來。還不綁了，趕緊趕路！驛站廚子若下班了，拿你們試問。看着滿地活口，你滿心悲哀。牽扯魔教回去少不了要寫一堆報告，這天天被迫加班的日子，到底什麼時候是個頭啊？千户大人，前往華山查案的江千虎遇刺身亡了。歷經跋涉，累趴的你終於把那群魔教妖人扔進了鎮撫司衙門的大牢。站在陽光明媚的公堂前，你深吸了一口氣。只要交接文書，蓋上印章，美好的雙休就在眼前。你甚至已經在腦海裡規劃好了去哪家勾欄聽曲兒，去哪家茶館摸魚。然而就在你拿起印章準備簽字畫押的瞬間，沉重的腳步聲踏碎了你的美夢。報，千户大人，前往華山查案的江千虎遇刺身亡了。空氣瞬間死寂。江驍，那是和你同級的千戶，居然在名門正派的地盤被人做掉了。你拿着印章的手僵在半空，帥氣的你倒不是悲傷，而是感到一種靈魂深處的戰慄。錦衣衛死了一個千戶，這可是驚動聖廳的大案，意味着無休止的瘋狂加班。這幫江湖門派就不能消停點嗎？果不其然，一塊代表着最高指令的令牌被上峰冷酷地拍在了你的桌上。死命令下達，即刻啟程，帶兵強登華山，接手這個極度危險的爛攤子。你的雙休徹底泡湯，帶着極其狂暴的怨氣，你捏碎了手裡的茶盞，換上了那身肅殺的飛魚服。華山重地，朝廷鷹犬安敢擅闖？錦衣衛辦案，擋路者按謀反罪論處。帶着被剝奪雙休的滔天怨氣，你率領錦衣衛鐵騎兵臨華山腳下。在江湖人眼中，華山是高不可攀的名門正派，武學聖地，但在你這位最高執法長官眼裡，這裡只是個害你加班的案發現場。華山重地，朝廷鷹犬安敢擅闖？華山山門前，守門弟子拔出長劍，妄圖用江湖規矩阻擋朝廷鐵蹄。錦衣衛辦案，擋路者按謀反罪論處。看着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名門少俠，霸道的你連眼皮都懶得抬一下。你甚至沒有拔刀，只是隨意放出了一絲屬於滿級千戶的威壓，磅礴氣浪如同重錘，瞬間將驕傲的弟子壓得跪倒在地。長劍脫手，你連看都不看一眼，踩着極其沉重的步伐，徑直向華山大殿走去。誰敢在這個時候觸你的霉頭，你定要讓他見識見識到底什麼是頂級牛馬的怒火。陸寒江，你一介鷹犬，竟敢來我華山放肆！華山派勾結魔教，謀殺朝廷命官，全宗激怒。大門轟然洞開，華山大殿內各路高手劍拔弩張，氣氛降至冰點。霸氣的你無視了所有充滿敵意的目光，徑直走向掌門的主座，像回辦公室一樣坐下。這可是武林聖地，你卻極其敷衍地泡起自帶的明前龍井，完全沒把他們當回事。陸寒江，你一介鷹犬，竟敢來我華山放肆！看着這群人，你只覺得吵鬧。為了能早點結案回家，
你決定走最快的流程，華山派勾結魔教，謀殺朝廷命官，全宗緝拿。這頂大帽子扣得極其敷衍，脾氣火爆的長老受不了屈辱，長劍出鞘直取你面門。你連眼皮都沒抬，屈指在茶蓋上一彈，飞濺的茶水瞬間化作咆哮的水墨黑龍，磅礴內力震碎劍氣，將長老凌空擊飛。大殿內死一般寂靜，你只是惬意地抿了一口茶。打打杀殺，到底有完没完？還讓不讓人按時收工了？把這丫頭帶回京城當證人，此案終結，收隊回家。大殿死寂，華山掌門傷及到滿頭冷汗，剛想上前替門派辯解兩句，誰知變故突生，隱藏在大殿橫梁上的魔教刺客趁亂發難，漫天暗氣如暴雨般傾瀉，刺客妄圖攪渾這潭水，但他們根本不明白，這不僅是在挑釁锦衣衛，更是在延長你的下班時間。打打殺殺，到底有完沒完？還讓不讓人按时收工了？你不耐煩地將茶碗重重一頓，磅礴的纯白內力化作绝对領域，漫天暗氣瞬間懸停在半空，反手一揮，暗氣以10倍速度倒飛。隱藏的刺客連慘叫都少了，直接化作殘影砸穿屋頂。你站起身，看着滿地狼藉和瑟瑟發抖的武林泰斗們，極其敷衍地拍了拍飞鱼符。刺客伏誅，至於你們華山勾結魔教的嫌疑，哼！你的目光掃過人群，鎖定在掌門身後那個探頭探腦的少女商羅身上，帶個重要活口回去，剛好能交差。把這丫頭帶回京城當證人，此案終結，收隊回家。伴着少女的驚呼，你終於踏上了回京的路。江南分部葉錦衣衛不達標，本千虎須親自下基層，嚴加督導。帶着華山掌門之女商羅，帥氣的你一路風馳電掣，終於趕回了京城鎮撫司。華山大案牽扯甚廣，朝堂上的各方勢力就像聞到血腥味的鯊魚，全都盯上了你手裡的活口。面對這種必將導致無數個通宵加班的政治漩渦，你展現出了頂級社畜的職場素養。光速甩鍋，人犯移交四皇子，這燙手山芋，誰愛接誰接。你連夜辦完了交接手續，看着四皇子的人馬沾沾自喜地把人帶走，你露出了如释重負的微笑。為了徹底躲避後續的朝堂內卷，你果斷向上級提交了一份極其扯淡的江南考察申請。江南分部葉錦衣衛不達標，本千虎須親自下基層，嚴加督導。靠着你滿級千戶的無形威壓，這份名正言順的帶薪休假申請被火速批准。褪去飞鱼服，換上一身極其拉風的江南貴公子常服，你登上了南下的豪華客船，站在船頭吹着江風，你愜意地打開了折扇。美好的江南公費旅遊終於開始了。這大半夜的，為什麼總有人喜歡在別人屋頂上散步？哼，你還真是本一湖命中注定的加班克星啊！江南的夜，畫舫連雲，燈火柔和，這才是你夢想中公費旅遊該有的樣子。包下最豪華的客棧天字1號房，褪去那一身充滿血腥味的官服，你舒坦地躺在柔軟的錦榻上，沒有堆積如山的卷宗，沒有煩人的魔教刺骨，今晚終於能享受一個完美的8小時睡眠。然而現實總是極其殘忍，剛醞釀出睡意，頭頂的青瓦就傳來一陣極其笨拙的腳步聲。這大半夜的，為什麼總有人喜歡在別人屋頂上散步？哼，那沉重的步伐和踩碎瓦片的聲音，連尋常的護院都能驚醒，更別提你這個滿級千戶了。困成狗，你連眼皮都懶得睜，極其煩躁地從床頭摸出一枚銅錢，隨手往上一彈，純白色的內力包裹着銅錢，在半空中化作一道凌厲的水墨流光，瞬間擊穿屋頂。伴隨着一聲交呼和瓦片碎裂的巨響，一個黑影從天而降，
極其狼狽地砸在地板上。你点亮烛火，定睛一看，这个穿着极不合身夜行衣的笨賊，居然是华山掌门之女商罗。你还真是本医护命中注定的加班克星吗？本女侠乃是名震江湖的道圣，今夜只为劫富济贫。久仰在下江南商人乔芷芳，不知女侠姐哪家的妇？无奈的你坐在太师椅上，看着地上抱着脑袋痛呼的少女，这丫头居然没認出你。也對，在華山時你一身煞氣飛魚服，現在卻是一襲溫潤如玉的江南貴公子打扮。看什麼看？本女俠乃是名震江湖的道聖，今夜只為劫富濟貧。看着他連劍都拿反的滑稽模樣，你那因為被打擾睡眠的暴躁，奇蹟般的轉化為了看猴戲的愉悅。漫漫長夜，全當是看一場免費的幼兒園武術匯報演出了。哦，久仰在下江南商人喬芷芳，不知女俠姐哪家的婦？你隨口捏造了四皇子手下親信的名字，極其熟練地把黑鍋甩了出去。商羅為了證明實力，極其賣力地給你表演了一套破綻百出的絕世劍法。他那點微末內力，連桌上的燭火都吹不滅。但在你眼裡，這可比朝堂上那些老狐狸的算計有趣多了。絕世神功。女俠，夜深了，早點睡，別再踩碎我的瓦了。你隨手丟出一錠銀子，打發了這個笨賊。謝謝公子。公費旅遊的第一晚，總算是多了點樂子。喬老闆，看在銀子的份上，本女俠今天就勉為其難保護你。菜就多練，連吃個飯都不讓人消停。本以為一錠銀子能打發了那個笨賊，結果你大錯特錯。第二天，你包下畫舫準備品嘗江南美食，這丫頭居然死皮賴臉跟了上來。喬老闆，看在銀子的份上，本女俠今天就勉為其難保護你。看着他那副得意洋洋、懵懂可愛的樣子，你極其無奈地揉了揉眉心。作為當今萬中無一的高手，你現在只想安安靜靜地吃個叫花雞，這要求很過分嗎？就在這時，幾個不長眼的江南地痞踢開艙門，妄圖打劫你這個外地富商。商羅大喝一聲，拔劍衝了上去，然後不出意外的被地痞一腳踹飛。菜就多練，連吃個飯都不讓人消停。你連頭都沒回，極其隱蔽的屈指一彈，一顆帶殼的花生米化作水墨流光飛出，純白內力在半空中炸開，精準擊中幾個地痞的穴道，他們瞬間如木樁般倒地。知道本女俠無形劍氣的厲害了吧？看着他那副傻樣，你默默咽下最後一口雞湯，只覺得這休假比上班還累。千戶大人，江南分部遇襲，萬刀門血殺刀綱。自從畫舫事件後，商羅徹底成了你的小跟班。他堅信自己覺醒了絕世劍氣，像隻麻雀一樣在你耳邊嘰嘰喳喳。喬老闆，只要有本女俠在，江南的地痞流氓都不敢近你的身。你極其敷衍地掏着耳朵，滿腦子只想趕緊回客棧睡個午覺。然而，當你推開天字1號房的大門，你的好日子徹底到頭了。一個官服殘破、被詭異黑色刀氣纏繞的人影，極其虛弱地倒在你的名貴地毯上，沒有任何血腥畫面，但那股凌厲的煞氣，證明此人剛經歷了一場極其恐怖的單方面碾壓。千戶大人，江南分部遇襲，萬刀門血殺刀綱。那人正是你的得力下屬，錦衣衛副千戶殷無傷。話未說完，殷無傷便昏死過去。商羅嚇得躲在你身後，終於是見識到了真正的江湖險惡。我的帶薪休假，
就這麼沒了。一股肉眼可見的狂暴黑氣從你身上升腾，整個江南的黑道即將迎來你的終極怒火。锦衣卫又如何？进了这片林子，老子让你们有来无回！你们是乖乖被捕，还是被我打死？选一个。你的带薪休假彻底泡汤。看着重伤的下属，你心中的杀气比江南的暴雨还要狂暴。没有一句废话，你直接掏千户金令，下达了极其冷酷的封城的死命令，封锁江南，就算掘地3尺，也要把万刀门的人挖出来。命令下达，极其恐怖的国家机器瞬间运转，大批锦衣卫如同黑色的潮水，淹没了江南的街巷。畫舫停歌，酒樓關門，整個江南武林瑟瑟發抖。終於回憶起被朝廷鷹犬支配的極其壓抑的恐懼。聽到有線索，你極其迅速地跨上純黑戰馬。千戶大人，查到了，城外密林發現萬刀門餘孽蹤跡。你現在的唯一目標，就是在廚子下班前結束戰鬥。城外密林幽暗陰森，數十名窮兇極惡的萬刀門刀客正手持極其鋒利的鋼刀攔在路中央。錦衣衛又如何？進了這片林子，老子讓你們有來無回！看着這群耽誤你幹飯的罪魁禍首，你連讓手下列陣的耐心都沒了，極其煩躁地獨自走上前。你緩緩握住腰間的繡春刀刀柄，極其冷漠地開口：今晚誰也別想阻擋你下班的腳步。你們是乖乖被捕，還是被我打死？選一個。我趕時間吃晚飯。冥頑不靈，那就都躺下吧，算你們公少。聽到你這極其傲慢的點菜式通牒，萬刀門的悍匪們徹底被激怒了。狂妄的朝廷英才，兄弟們，結陣，把他剁了餵狗！在他們眼裡，你就算再強，也不過是一個人，而他們是數十名刀口舔血的亡命徒。數十把九環大刀同時揚起，極其冷厲的刀鋼在密林中交織成一張密不透風的死亡大網。你甚至沒有將繡春刀完全拔出，只是極其隨意的用拇指頂開了1寸刀鋒。冥頑不靈，那就都躺下吧，算你們公少。然而在絕對的實力碾壓面前，數量是一個極其可笑的虛詞。純白色的內力順着那1寸刀鋒轟然噴發，極其狂暴的黑白水墨氣浪以你為中心，向四周無差別橫掃。漫天刀網在水墨氣浪的衝擊下寸寸崩碎，沒有刀刃入肉，只有極其純粹的降維打擊。不到3秒鐘，數十名極其囂張的刀客如同被狂風掃落葉般，全部翻着白眼昏死過去。秦爺，洗地，另外派人去把那架叫花機給我重新熱上。你拍了拍飛魚服上並不存在的灰塵，極其瀟灑的轉身。對滿級千戶而言，這只是一次極其微不足道的飯前運動。堂堂一門之主，不在老巢待着，跑江南來做甚？本千戶倒要看看，誰敢動我的人。你愜意地坐在畫舫裡，品嘗着終於重新加熱的叫花雞，滿臉都是假期失而復得的感動。窗外，錦衣衛正連夜審訊那群被你秒殺的餘孽，慘叫聲成了你絕佳的下飯背景音。一塊誘人的雞肉剛準備送進嘴裡，秦羽便不合時宜地推門而入，帶來了一身肅殺的冷風。千戶大人，招了！重傷應付千戶的是萬刀門主血魔刀王李鬼手。你絕望地閉上眼睛，筷子停在半空。這不僅是個大麻煩，更是個會嚴重透支你睡眠時間的絕頂麻煩。堂堂一門之主，不在老巢待着，跑江南來做甚？根據情報，李鬼手正被神秘仇家追殺，現已狼狽逃入江南城外的廢棄山莊。看着手裡香脆的雞腿，你覺得他瞬間失去了誘人的靈魂。這帶薪休假算是徹底爛尾了。你本想裝作不知道，但因無傷那虛弱的慘狀，以及回去後必將面臨的問責，讓你徹底破防。備馬，本千戶倒要看看，誰敢動我的人。你粗暴地擦了擦手，眼神重新變得森寒。
這江南的夜注定要因為頂級社畜的暴怒而漫長了。堂堂锦衣卫千户，竟为了李某親自下江南，真是好大的排場！少往臉上貼金，我來只是因為你耽誤了我吃叫花雞。夜雨初歇，江南城外的廢棄山莊已被上千名錦衣衛的鋼鐵陣線圍得水泄不通。你撐着一把油紙傘，閒庭信步般跨入破敗的大門，月白色的長服在夜色中格外惹眼。與其說是來鎮壓絕世魔頭，以你現在的氣場，更像是個半夜被叫來處理漏水管的暴躁房東。千户大人，李鬼手就在大堂，已被逼入绝境。你收起伞，踏入大堂，堂內一片狼藉，黑白交織的刀痕劈碎了所有的承重柱。那個號稱血魔刀王的男人，此刻正單膝跪在廢墟中央，劇烈喘息，身上翻滾着狂暴的赤色刀罡。他猛地抬起頭，像一頭濒死的孤狼，死死盯着你這身不染纤塵的公子打扮。堂堂锦衣衛千户，竟為了李某親自下江南，真是好大的排場！你甚至懶得拔刀，只是嫌棄地掸了掸衣擺上沾染的灰塵，眼神中滿是看垃圾的蔑視。少往臉上貼金，我來只是因為你耽誤了我吃叫花雞。這種把一代宗師當成絆腳石的傲慢態度，瞬間刺痛了李鬼手僅剩的自尊。血魔修羅斬，黃口小兒，給我死來！一代宗師的自尊被按在地上摩擦，李鬼手徹底陷入了邊緣。狂暴的赤色刀罡化作一頭張牙舞爪的血色狂獅，將大堂殘存的屋頂徹底掀翻。面對這開山裂石的絕殺一擊，你卻連躲避的興致都沒有，只是鹹草般的皺起眉頭。太慢，而且太吵了。你負手而立，僅用單手向前平推，浩瀚如海的純白內力透體而出，化作一面嘆息之牆。沒有勢均力敵的拉扯，只有摧枯拉朽的碾壓。白色的水墨狂潮瞬間吞噬了那頭赤色狂獅。李鬼手引以為傲的絕世刀罡，在你面前如同撞上礁石的泡沫，寸寸崩解。他被反震之力重重砸在殘柱上，手中的九環大刀發出一聲悲鳴，斷成數截。如此內力，猶如鬼神，你究竟是誰？一個只想按時下班的公務員罷了。這句荒誕的回應徹底擊碎了李鬼手的道心。他慘笑一聲，手掌卻緩緩探入了懷中。十大惡人已齊聚江南，這皇族秘寶只有你護得住。千戶大人神威，奪回皇家秘寶，此乃蓋世奇功啊！月光慘淡，李鬼手捧着那枚刻有落字的皇家玉佩，眼中閃爍着窮途末路的決絕。作為一名資深老油條，你對這種臨終托孤的狗血劇情有着本能的抗拒。十大惡人已齊聚江南，這皇族秘寶只有你護得住。這玩意兒絕對是個巨型麻煩，你像躲避瘟神一樣後退半步。拿走拿走，本千戶拒絕接受沒有加班費的強制任務。這種完全不按套路出牌的反應，讓這位名震江湖的刀王愣在當場。由不得你了，這趟渾水你趟定了。但他自知經脈盡碎，已無生還可能。為了讓寶物不落入仇家之手，他做出了最後的決斷。話音未落，他猛地逆轉殘存內力，赤色刀罡倒灌入體。他以武林宗師的方式自斷生機，他的身軀在強光中化作點點赤色水墨消散，只留下那枚燙手的玉佩墜落地面。千戶大人神威，奪回皇家秘寶，此乃蓋世奇功啊！聽着下屬狂熱的恭維，看着地上的玉佩，你只覺得眼前一黑，美好的帶薪休假正式宣告破產。秦爺，你若喜歡，這功勞便送你了，玉佩你收着。卑職萬死不敢貪功，此乃千戶大人神威所致，當由大人親自呈交聖上。廢墟之上，秦羽雙手高捧着那枚皇家玉佩，
眼神狂熱的像个刚考上状元的书生。秦羽，你若喜欢，这功劳便送你了，玉佩你收着。卑职万死不敢贪功，此乃千户大人神威所致，当由大人亲自呈交圣上。你看着他这副准备为国捐躯的架势，心底的疲惫如同连绵的阴雨，挥之不去。甩锅計劃徹底宣告破產，你被迫接下了這個即將引爆武林大亂的倒霉物證，披星戴月地回到客棧，推開天字1號房的門，商羅那丫頭正趴在桌上呼呼大睡，全無半點防備。小老闆，你大半夜逛街回來了。哇，好漂亮的玉墜子！你心力交瘁地攤進太師椅，順手將那枚燙手的落子玉佩扔在紫檀木茶几上，想死就碰。這塊石頭足夠把江南的黑白兩道全招了。這不知死活的丫頭剛想伸手去拿，你毫不客氣地用連翹的繡春刀拍開了她的爪子。話音剛落，窗外原本寂靜的街道上悄然多出了幾道詭異拉長的影子，那些猶如聞到血腥味的禿鷲江湖10大惡人已經盯上了你的房間。交出皇家玉佩，留你們全屍，否則這客棧雞犬不留。窗外大霧彌漫，10道詭異的黑影悄然包圍了客棧。江湖人稱10大惡人，名字聽着唬人，說到底就是一群聞着腥味就聚攏的獵狗。交出皇家玉佩，留你們全屍，否則這客棧雞犬不留。門外傳來刺耳的威脅，你躺在太師椅上，連眼皮都沒抬，只覺得這幫人缺乏基本的職場禮儀。掌櫃的，門外有野狗亂吠，吵着我休息，他們顯然搞錯了狀況，以為自己是奪寶的獵手，卻不知正踏入你這個殺神的休假禁區。商羅嚇得抱緊了桌腿，而門外的惡人見你如此怠慢，惱羞成怒，直接破窗而入。3道寒光直逼你的面門，你不退反進，隨手捏碎了手邊的青瓷茶杯，碎瓷片裹挾着純白內裡，化作數道凌厲的水墨流光，瞬間擊碎了刺客的護體罡氣。這是什麼內力？你根本不是什麼江南商人！你懶得解釋，浩蕩的水墨氣浪直接將他們震飛出窗外。看着滿地狼藉，你深知今晚的覺是徹底睡不成了。客棧內安靜了，但你很清楚，不把外頭剩下的麻煩徹底清理乾淨，今晚的8小時睡眠算是徹底泡湯了。點子扎手，大家在並肩子上，用毒物封他走位，耗死他。推開殘破的大門，你獨自走入江南陰冷的濃霧長街。長街盡頭，剩下的7名惡人早已結成殺陣，地上躺着那3個被你用碎瓷片震暈的同夥。惡人們各自亮出淬毒的奇門兵器，試圖用江湖上最不講武德的車輪戰術將你拖垮。面對這種圍攻，你沒有絲毫畏懼，只有對這群人旺盛精力的深深不解。大半夜的搞團，你們江湖人都不需要遵守8小時工作制的嗎？惡人們聽不懂這句職場黑話，只當是你死到臨頭的故弄玄虛。7道充滿殺機的身影同時向你撲來，你嘆了口氣，右手終於按在了腰間的繡春刀上。既然好言相勸沒用，那就只能走強制物理休眠流程了。拔刀，加班開始；收刀，加班結束。一道純白的水墨刀光，猶如劃破長夜的閃電，瞬間撕裂了長街的濃霧。沒有慘叫，沒有血光。當清脆的刀刃歸鞘聲響起，7名惡人已如木雕般僵立原地，隨後齊刷刷地倒下。你轉身走回客棧，今夜江南的黑道終於明白，以陸寒江的睡眠時間，神聖不可侵犯。陸兄辛苦，這皇族秘寶的案子東廠接了。曹兄高義，玉佩拿走，絕不挽留。清晨的陽光灑入客棧，你終於睡足了一個完美的8小時。伸了個懶腰，你覺得哪怕天塌下來，今天也是美好的一天。
上罗那丫头正蹲在桌邊，眼巴巴地盯着那枚皇家玉佩。你剛想把這燙手山芋扔掉，樓下卻傳來整齊劃一的腳步聲。不是江湖草莽，這股森嚴的壓迫感，分明是朝廷的精銳。東廠辦事，閒雜人等一律滾出去！房門被推開，東廠督辦曹正搖着折扇，笑面虎般走入。這家伙是出了名的搶功狂魔，也是你最討厭的職場卷王。陸兄辛苦，這皇族秘寶的案子，東廠接了。曹兄高義，玉佩拿走，絕不挽留。聽到有人主動攬客，你感動的淚水都快從眼角流出來了。你毫不猶豫地將玉佩推了過去，動作快得生怕他反悔。然而，你過於爽快的態度，反而觸動了曹正多疑的神經。在他那骯髒的政治腦回路裡，這絕對是一個致命的陷阱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你想用假貨害我？他怒喝一聲，收！折扇化作凌厉的寒芒，直取你的咽喉。你側身避開，看着碎裂的紫檀木桌，火气噌地冒了出来。這世道是怎麼了？主動送業績不要，非要逼着人動手。我真心甩鍋，你非要給自己加戲！一抹純白水墨瞬間爆發，你連刀都沒拔，單手死死捏住扇骨，咔嚓一聲，金剛折扇斷成兩截。曹正被气浪震得連退5步。你拿着半截扇骨，眼神森寒。今天這鍋，他接也得接，不接也得接。聖上這是算準了我想躲清閒，非要帶着我薅啊！曹正滿臉驚駭，連退數步。他引以為傲的絕學，竟被你單手捏碎。你步步緊逼，純白威壓如大江決堤，將這位東廠督辦死死鎖定。剛氣外放，化氣為淵，你竟然到了這等境界！面對他的震驚，你毫無波瀾，彎腰撿起那枚掉落的皇家玉佩。你將玉佩強行塞進曹正懷裡，動作粗暴的像在扔一塊發霉的饅頭。帶着他滾回京城領賞，別逼我拔刀！感受着脖頸處殘存的涼意，曹正咽了口唾沫，再也不敢有絲毫懷疑。他攥緊玉佩，帶着手下的番子連滾帶爬地逃離了客棧，生怕你反悔。看着東廠人馬灰溜溜撤退的背影，你长舒一口气，總算解決了大麻煩。轉身走向床榻，你現在唯一的念頭就是補一個無人打擾的回籠覺。然而你剛沾上枕頭，窗外突然傳來一陣尖銳的破空聲，金光閃爍。秦羽雙手捧着一卷明黃色的卷軸，再次撞開了你那本就殘破的房門。千戶大人，800里加急，聖旨到！聽到聖旨二字，你如遭雷擊，渾身的血液都在抗拒這個詞彙。聖旨內容很簡單，皇上不信任東廠，命你親自帶隊護送他們回京。這意味着你不僅沒甩掉黑鍋，還要給曹正那幫廢物當免費保鏢。聖上這是算準了我想躲清閒，非要帶着我薅啊！張羅在一旁幸災樂禍的捂嘴偷笑，而你周身的怨氣已然化作實質黑霧，認命般的披上飛魚服。江南的帶薪休假以一種最淒慘的方式宣告結束。你黑着臉走出客棧，前方是漫長且充滿未知的回京加班路。哈哈哈哈！留下皇家玉佩，否則明年的今天就是你们这群朝廷鹰犬的忌日。浩浩荡荡的押运隊伍驶出江南，你骑在黑馬上，聽着陣陣冷風，滿身都是不願回京加班的低氣壓。前方開路的東廠番子耀武揚威，曹正更是捧着聖旨，仿佛自己成了這支隊伍的絕對主宰。陸千虎，聖上命你等護衛東廠，這峽谷陰氣重，可莫要玩忽職守，驚擾了聖旨。哈哈哈哈！留下皇家玉佩，否則明年的今天就是你们这群朝廷鹰犬的忌日。队伍剛駛入一線天峽谷，死寂的崖頂突然射出一發燃火明德，
尖笑聲瞬間震碎了寧靜，剎那間，崖壁上巨石滾落，密密麻麻的羽箭如黑色的蝗蟲群，遮天蔽日的倾泻而下。拿着朝廷的俸禄，办着丢人的爛事兒，到頭來還得本千戶親自給你們洗地。你雙足輕點馬鐙，身形如同一抹白色的青煙，從容不迫地落在了落石最為密集的陣前，迎着漫天箭雨，你闲庭信步，绣春刀并未出鞘，纯白色的内力如大江潮湧，以你為中心迅速張開，磅礴的罡氣化作一道半徑3丈的無形領域。那些重於千斤的巨石，在觸碰到氣牆的剎那轟然停滯，尖銳的箭矢猶如撞上鐵壁，在半空中紛紛炸裂，連同巨石一起化作細密的齑粉簌簌落下。這是什麼寫法？怎麼可能連巨石都能擋住？繼續投石，放箭，壓死他！你的右手搭在腰間的刀柄上，大拇指輕輕抵住黑色的刀戈，周圍的空氣仿佛都在此刻凝固。伴隨清脆的金屬摩擦聲，一寸雪亮的刀锋出鞘。你決定走強制物理休眠流程，一道純白色的水墨刀芒，猶如劃破長夜的閃電，攜帶着摧枯拉朽的威壓，轟然撕裂了半空。崖頂已被平滑削平，屬於滿級大佬的清場正式結束。別拍馬屁了，既然你東廠這麼能幹，這滿地的殘局就交給你們洗地了。漫天石灰散去，一線天峽谷死一般寂靜，東廠的番子們如同看着怪物，驚恐地盯着你。曹正從馬車底盤艱難地爬了出來，他滿頭灰土，連那身昂貴的紫袍都被扯破了。他擦去臉上的冷汗，剛才那種狐假虎威的囂張氣焰，此刻已經徹底蕩然無存。一刀斬平孤峰，陸大人，您這武功怕是已經通神了。別拍馬屁了，既然你東廠這麼能幹，這滿地的殘局就交給你們洗地了。是。還愣着幹什麼？商羅這丫頭不知從哪兒鑽了出來，她手裡還拿着一塊黑漆漆的鐵牌。她像獻寶一樣跑到你的馬前，那沒心沒肺的笑容與這肅殺的峽谷戰場格格不入。喬老板，你看，這牌子上畫着個血色骷髏，好像是江南黑風寨的信物哎。黑風寨，江南道上最臭名昭著的刺客聯盟，只要接了單，便是不死不休的連環刺殺。看着這塊意味着後續還有無休止麻煩的信物，你覺得自己的血壓正在瘋狂飆升。本以為一刀立威就能安穩回京，沒想到這幫要錢不要命的亡命徒。黑風寨是吧？敢擋本千戶的下班路，我看他們是嫌命太長了。你指尖微發力，純白內力吐出，那塊堅硬的玄鐵令牌瞬間在你手中化為冰冷的鐵粉。你翻身上馬，深藍色的社畜怨念再次將你籠罩。前方的路注定充滿了無常的加班，毀人飯碗，猶如殺人父母。你們黑風寨今天算是把路走窄了。暮色四合，押運隊伍終於抵達了荒野中的平陽驛站。趕了一天路的你，此時唯一的執念就是吃一口熱乎的湯麵，然後倒頭就睡。這驛站透着古怪，番子們把大門封死，一隻蒼蠅也不准放進來。曹正猶如驚弓之鳥，布置了層層防禦，但在你看來，這不過是給刺客指明靶心。果然，你的那碗陽春麵才剛端上桌，窗外的風聲就變得詭異起來。曹老板，你有沒有聞到一股奇特的異香？好像是軟筋散。話音未落，大堂裡的東廠番子們就像是被砍倒的麥子，成片的癱軟在地。黑風寨的刺客連門都不走，直接掀開屋頂的瓦片，像蝙蝠一樣悄無聲息地倒掛下來。錦衣衛千戶又如何？中了我們黑風寨的奇毒，還不是任人宰割？毀人飯碗，猶如殺人父母。你們黑風寨今天算是把路走窄了。你看着碗裡落进的一層灰，這碗面算是徹底毀了。你的理智線也跟着崩斷了，純白內力瞬間透體而出，將彌漫的毒氣強行淨化。幾名刺客大驚失色，揮動淬毒匕首撲來。
你只是輕輕將手中的竹塊掷出，附着真氣的竹塊化作驚雷，瞬間點中了他們的睡穴。刺客們應聲倒地。你站起身，擦了擦嘴。既然防守不能保證睡眠質量，那就只能去把制造麻煩的源头物理清除了。等软心散发作，咱們就殺進去，拿那錦衣衛千戶的人頭換賞金。夜色如墨，狂風捲挾着荒野的黃沙。你獨自踏入了黑風寨設在3里外的隱秘營地，營地內篝火通明，數百名黑衣刺客正在擦拭兵刃。等軟心散发作，咱們就殺進去，拿那錦衣衛千戶的人頭換賞金。你站在營地入口的陰影中，看着這群密謀讓你徹夜加班的罪魁禍首，眼神如死水般冰冷。不用等了，我趕時間，你們一起上吧。冰冷的聲音如同驚雷炸響，數百道震驚的目光齊刷刷投向你這個不速之客。刺客們如蜂群般湧來，你連正眼都懶得給。绣春刀出鞘半寸，純白真氣瞬間暴漲，沒有兵刃交接的鏗鏘，只有單方面的維度碾壓。刀光如怒海狂潮，吞沒了整個營地。這絕不是人間的武功，你到底是個什麼怪物？白光閃過，篝火盡數熄滅，數百名刺客被內力震碎了護體罡氣，齊刷刷倒在黃沙之中。你收刀入鞘，彈去衣擺上的沙塵，轉身走向驛站。夜風吹散了周身的肅殺。回到客棧，你安穩地躺在粗糙的床榻上。明天的路依然漫長，但今夜終於無人干擾。早高峰堵車也就罷了，荒郊野外還搞交通管制，真當我的全勤獎是大風刮來的。清晨，押運隊伍駛離平陽驛站，充足的8小時睡眠讓你今天的心情格外舒暢。然而，這份好心情只維持了不到10里地。此路正在修缮，想過路，把那枚皇家玉佩留下當過路費。大膽狂徒，連朝廷的押運隊伍也敢劫，你們不想活了嗎？早高峰堵車也就罷了，荒郊野外還搞交通管制，真當我的全勤獎是大風刮來的。你騎在馬上，看着前方被迫停滯的隊伍，剛被壓下去的起床氣開始不受控制的上湧。你緩緩驅馬向前，甚至沒有拔刀的打算。純白色的護體罡氣在馬蹄下寸寸凝結。你無視了鐵掌幫眾淬毒的暗器，連人帶馬化作一道摧枯拉朽的白色流星，徑直撞向巨馬。轟然巨響中，堅不可摧的金剛巨馬猶如紙糊般粉碎。鐵掌幫眾被狂暴的氣浪集體掀飛。路修得不好，本千戶免費幫你們拆了，從速前進。誰敢減速，扣誰績效。你一騎絕塵，穿過漫天鐵屑，留下一地哀嚎的黑道悍匪和目瞪口呆的東廠番子。你一位千戶又如何？到了這落水江心，便是天王老子也得餵魚。弄髒了我的制服，你们就算把整條江的水喝乾，也賠不起。黃昏時分，押運隊伍抵達了落水渡口。只要過了這條江，京城的城門便遙遙在望。曹正長舒了一口氣，這一路的心驚膽戰，總算是要熬到頭了。快，登船！只要過了河，東廠的增援就到了。我看誰還敢放肆！你牽着黑馬踏上渡船，看着江面上毫無預兆升起的詭異大霧，眉頭微不可察地皺了皺。錦衣衛千戶又如何？到了這落水江心，便是天王老子也得餵魚。弄髒了我的制服，你們就算把整條江的水喝乾，也賠不起。船至江心，2名一直低着頭的蓑衣艄公突然丟下木槳，仰天發出一陣沙啞的冷笑。這2人竟是水上巨寇幽冥雙煞，他們猛地擊穿了船底，冰冷的江水瘋狂湧入船艙，東廠番子們嚇得驚聲尖叫。在這浩瀚江面上，
他们那點粗淺武功根本無從施展。你看着見到飛魚符上的渾濁泥水，腦海中瞬間閃過制服乾洗費不予報銷的財務規定。你不躲不避，右腳重重踏在甲板上，浩瀚的純白內力順着船體，猶如決堤般轟然灌入江水。沒有驚濤駭浪，只有極致的冰封。沸騰湧入的江水在剎那間被極寒的罡氣強行凍結，準備潛水遁走的雙煞像兩隻醜陋的標本一樣，被硬生生凍在了晶瑩的水墨冰層之中。你無視了滿船震驚的目光，牽着馬踏着冰面，如履平地般向對岸走去。陸千戶，皇家玉佩事關國本，你一路護送，居功至偉，快將聖物呈上。晨曦初露，巍峨的京城城門終於出現在地平線上。你牽着馬，滿臉都是即將解脫的疲憊。歷經九死一生，這趟沒有任何加班補貼的跨省押運，總算是要在今天畫上句號了。曹正帶着番子們連滾帶爬地跟在後面，他們看着京城，如同看到了重生的曙光。然而城門緊閉，城牆下上千名身穿飛魚服的錦衣衛精銳列陣以待，氣氛肅殺。為首之人正是你的頂頭上司，錦衣衛指揮使青龍。他神情凝重。陸千戶，皇家玉佩事關國本，你一路護送，居功至偉，快將聖物呈上。指揮使大人，貨送到了，本千虎申請立刻調休回府睡覺。上千雙眼睛死死盯着你，在他們看來，這玉佩是無上榮耀，是加官進爵的通天梯，但在你眼裡，這破石頭就是一個會吸引無數神經病刺客的超級災星，職場毒瘤。話音未落，你隨手從懷裡掏出那枚足以引發武林血雨腥風的玉佩，像扔飛盤一樣扔了出去。這驚世駭俗的舉動讓全場瞬間死寂，上千名精銳嚇得魂飛魄散，紛紛飛撲救場。看着亂作一團的錦衣衛高層，你甚至懶得看玉佩落入誰手，打了個哈欠，徑直走向城門。任務提交，打卡下班。至於後續的結案報告和朝堂風波，抱歉，那不在你的工作職責之內。你們知不知道，在京城請個好木匠修桌子，得排幾個月的檔。京城的繁華喧囂被你遠遠甩在身後，推開陸府那扇略顯斑駁的大門，你仿佛踏入了期盼已久的聖殿。你熟練地踢掉官靴，連飛魚服都懶得脫，猶如一具失去靈魂的軀殼，直挺挺地撲向了柔軟的麻布床。然而後背還沒完全貼合被褥，房頂便傳來一陣極其刺耳的瓦片碎裂聲。交出皇家玉佩，否則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。兩名潛伏在房梁上的東瀛忍者毫無眼力見地跳了下來，竟然精準地踩碎了你那張昂貴的紫檀木茶几。看着碎成一地木渣的限量版茶几，你眼中的困意瞬間消散，取而代之的是令人窒息的漆黑死寂。你們知不知道，在京城請個好木匠修桌子，得排幾個月的檔。刺客顯然聽不懂社畜的崩潰，他們舉起寒光閃閃的武士刀，毫不留情地劈向你的被窩。徹底破防的你甚至沒有拔刀，隨手抓起硬枕，純白色的水墨罡氣瞬間將柔軟的枕頭化為恐怖的重兵器。沒有花裡胡哨的招式，只有最原始的物理發洩。你一枕頭砸下，狂暴的氣浪直接將兩人連同窗戶轟飛出屋。去衙門自首之前，把我的院子掃乾淨，少一片葉子，看我怎麼收拾你們。看着抱頭痛哭，在院子裡瘋狂掃地的頂級殺手，你再次躺平。但失去茶几的悲傷讓這場休假大打折扣。哈哈哈哈！韓江啊，你護送玉佩有功，聖上大悅，特批你組建機密專案組，徹查幕後黑手。次日清晨，你在四面漏風的臥房中醒來，看着滿地碎瓦，你的起床氣比京城的東風還要凜冽。你黑着臉踏入北鎮撫司的大門，今天來打卡只有一個目的，找上司報銷修屋頂和紫檀木茶几的費用。快看，陸千戶回來了，聽說他一刀斷江，
把東廠的曹正嚇得尿了褲子。同僚们投來狂熱的崇拜目光，你直接無視，拿着整理好的報銷單，徑直推開了指揮使青龍的工房。韓江啊，你護送玉佩有功，聖上大悅，特批你組建機密專案組，徹查幕後黑手。大人，升官大可不必，卑職只求報銷昨日抓捕刺客損毀的家具，折成舊就行。聽到專案組3個字，你猶如五雷轟頂。不驕不躁，視名利如糞土。本朝有你是國之大幸，這專案組長非你莫屬。報銷單被無情壓下，手裡被強行塞了一塊燙手的專案組令牌，這意味着跨部門扯皮、連軸轉開會，以及永無止境的加班。你行屍走肉般走出工房，周身散發的幽蘭怨念讓整個北鎮府司的溫度驟降了10度，帶薪休假成了泡影，連家具錢都得自掏腰包。大明最強工具人迎來了職業生涯最黑暗的一天。太師府，看來我那張紫檀木茶几今天是注定要絕後了。趙域深處陰冷潮濕，這裡是京城最陰森的角落，也是帥氣的你此時最想逃離的工作場所。為了盡快結案並拿回那筆渺茫的修桌子費用，你決定開啟極限高效率審訊模式。陸頭，那黑風寨的小頭目嘴硬得很，用遍了刑具也只字不提。你看着滿牆血跡斑斑卻毫無用處的刑具，眉頭深鎖。出去把門帶上，3分鐘後我只要結果。暴力不僅低效，還會弄髒你的新制服。你走進審訊室，面對鐵椅上滿臉橫肉試圖挑釁的刺客，你沒有動用任何刑具，你只是面無表情地坐在對面，純白色的內力如無形巨手，將室內的空氣一點點抽乾。在極致的壓迫感面前，所有的江湖義氣都顯得脆弱不堪。名字、地點，我沒耐心聽你的臨終一言。我還沒吃早飯。刺客的意志瞬間崩塌，刺客哆嗦着供出了一個足以震動京城的名字：當朝太師府暗閣總管。你推門而出，門外的獄卒估摸着時辰，恰好2分半。他們眼中的崇拜已變成了深深的驚懼。太師府，看來我那張紫檀木茶几今天是注定要絕後了。線索直指高層，你不僅沒能準時下班，反而一腳踏入了更深更耗時的官場泥潭。別念你那套官場台詞了，我今天來只辦2件事。太師府門前3步一崗5步一哨，這不僅僅是一座府邸，更是當今朝堂的權力巔峰。你帶着專案組停在白玉台階下，看着那扇朱漆大門，你摸了摸懷裡那張起皺的報銷單。哎呦，這不是陸大人嗎？什麼風把您給吹來了？別念你那套官場台詞了，我今天來只辦2件事：結案以及報銷我的紫檀木茶几。折現還是銀票，你選一個。總管像看瘋子一樣看着你，隨即爆發出囂張的狂笑。他一揮手，數十名暗閣高手傾巢而出。你無奈嘆息，下一秒，極其恐怖的純白氣浪以你為圓心，向整座太師府轟然倒灌，沒有震天的海沙。白光過境，太師府引以為傲的暗閣精銳，猶如狂風中的落葉，集體昏死。你踩着滿地的高級保安，把報銷單拍在驚恐萬狀的總管臉上，正式敲開了當今最高權力的門。案子結了，桌子的錢我從桌上拿了。踏入太師府內院，映入眼簾的是極盡奢華的高山流水，這讓你對那張破碎的茶几更加意難平。陸千府，良禽擇木而棲，只要你點頭，金銀財寶僅意味指揮使的位子
老夫都能給你。當朝太師端坐在環境優美的湖心亭中，正在悠閒的煮茶。太師拋出了足以讓任何朝臣瘋狂的誘饵，但在你這個資深牛馬聽來，這簡直是最惡毒的詛咒。太師的笑容僵在臉上，他重重摔碎茶杯，10餘名影子刺客如同鬼魅般從四面八方掠殺而來。淡定的你連刀都沒拔，右手并指為劍，純白色的真氣在指尖凝聚成一道3尺長的奪目劍芒，劍芒橫掃，沒有血肉橫飛。刺客們的護體罡氣如同紙糊般被切碎，被狂暴的氣浪接連拍入湖中。案子結了，桌子的錢我從桌上拿了。你无视了癱软在地的太師，從他桌上精準地抽走1張50兩的銀票，轉身走向了下班的夕陽。陸寒江，你毀了太師一脈，今日我們要你血債血償。次日清晨，休假重啟，你拿着太師府贊助的50兩銀票，來到了京城最大的東市木器行。你看中了一張雕工精美的紫檀木茶几，那溫潤的木面觸感，讓你備受摧殘的心靈得到了極大的撫慰。陸寒江，你毀了太師一脈，今日我們要你血債血償。私人休假時間，拒絕一切辦公。把你們的凶器離我的新桌子遠點。死士們以為你怕了，刀陣如狂風驟雨般席捲而來，然而他們連你的衣角都碰不到。你不敢釋放大招，生怕狂暴的氣浪震碎了店裡的木器。讓你們別碰木頭，刮紅一點，你們這群失業遊民賠得起嗎？這讓你這場架打得極其憋屈且精打細算。你左手護着茶几，右手化掌為刀，極其克制的純白內力在指尖流轉，精準點中3人的睡穴。確認茶几毫髮無損後，你將銀票拍在昏迷的老板腦門上，單手扛起重達100斤的茶几，頭也不回地走入喧囂的市井。上面交代，下周1早朝前必須全部結案歸檔。大人，咱們要被文書活活壓死啊！你單手扛着100斤重的紫檀木茶几回到家裡，將它完美安置在臥房中央。你甚至用袖口擦去了根本不存在的灰塵，泡上一壺頂級西湖龍井，茶香裊裊，崭新的木質紋理在陽光下泛着迷人的光澤。你終於感受到了生活的意義。然而第一口茶水還未入喉，家裡本就殘破的大門便被人粗暴地撞開。千戶大人，出大事了！太師一黨的文官們在朝堂聯名發難了。你的心也跟着猛地一沉。你看着秦羽身後湧入的錦衣衛，以及他們推着的10幾輛滿載卷宗的手推車，深藍色的怨念再次籠罩全身。上面交代，下周1早朝前必須全部結案歸檔。大人，咱們要被文書活活壓死啊！太師一黨的報復不是派殺人，而是以專案組權責重大為由，將大理寺積壓了10年的江湖懸案全推給了你。看着瞬間堆滿半個院子的卷宗，你深知武功再高也劈不開當朝最恐怖的官僚壁壘和文書地獄。你小心翼翼地放下茶杯，生怕磕壞了新桌子，轉身抓起繡春刀，眼中燃起了前所未有的恐怖殺意。本周末之前，把這些車都給我裝滿。既然卷宗看不完，那就去把卷宗上提到的人全部物理清理。只要制造懸案的人都沒了，案子自然就結了。下一個地點是哪兒？動作快點，這周末之前必須把這些破紙全清空。出發。京城南郊鐵傘門，大理寺積壓了10年的刺殺懸案，便與這塊啃不動的硬骨頭有關。你一腳踹開重達1000斤的山門。錦衣衛，就算你們指揮使親臨，也破不了我這天罡鐵傘陣。面對這足以抵擋千軍萬馬的鐵桶陣，你甚至連眼皮都沒抬，只是煩躁地核對着人名。名單上的人都在這兒了吧？挺好，省得本千戶跑第2趟。鐵傘門主被你的無視激怒，數10把由玄鐵打造的巨傘高速旋轉，如同絞肉機般絞殺而來。
你抬头看了眼天色，距離衙门食堂的開飯時間只剩1炷香，必須速戰速決。純白色的氣浪轟然爆發，你連刀都沒拔，僅僅是隔空拍出了一記極其敷衍的掌印。號稱絕對防禦的鐵傘陣，在觸碰到這股維度碾壓的罡氣時，猶如紙傘遇狂風，瞬間支離破碎。數十名精銳齊刷刷倒地昏迷。秦羽熟練地上前，掏出大印，在卷宗上重重蓋下結案2字。下一個地點是哪兒？動作快點，這周末之前必須把這些破紙全清空。出發！你跨上戰馬，絕塵而去。一場用絕對武力進行暴力清案的辦公奇觀，正在京城瘋狂上。距離下班僅剩最後1炷香的時間，心急的你縱馬衝入京城最大的销金窟萬花樓。锦衣衛也敢闖老子的地盤，今日本座要讓你闭嘴！这都几點了還開會發言？全員給我強制休眠！這裡不僅是風月場所，更是大理寺最後一份絕密懸案的核心窩點。你根本沒聽他在樓上放什麼狠話，你的視線死死鎖定在滴水的更漏上，因為下班的時間快到了。你一腳踏碎了名貴的大理石地磚，極致壓縮的純白氣浪轟然向外擴散。號稱武林第一殺手組織的血手們連兵刃都沒拔出，便在刺目的白光中集體陷入昏厥。秦羽熟練地從廢墟中拔出通缉犯，蓋上最後一個結案紅印。完事，你轉身就向外狂奔。你趕在申時最後一刻衝入鎮撫司，將厚達半尺的結案卷宗狠狠拍在上司青龍的書案上。周末雙休，謝絕傳喚。占用周末強行團結，還不給調休的機會。美好的周六清晨，陽光明媚，你坐在完好無損的紫檀木茶几前，品着香茗，享受着來之不易的雙休。千戶大人，聖人口諭：今日西郊皇家圍獵，文武百官皆需伴駕，名為團建。然而命運總是見不得打工人太閒。院門外，秦羽那仿佛報喪般的聲音再次準時響起：占用周末強行團檢，還不給調休的機會。這是職場最臭名昭著的隱形加班。西郊獵場，百官都在拼命表現，射殺獵物以博龍顏大悅。而你找了棵最偏僻的老槐樹，鋪開墊子繼續補覺。就在你即將進入深度睡眠時，變故陡生。數名潛伏在獵場的高手突然抱起，直取皇帝鑾駕。大內侍衛死傷慘重，慌不擇路的皇帝在太監的護衛下，好死不死地逃向了你睡覺的那棵老槐樹。刺客一躍而起，沉重的鐵靴精準無比地踩碎了你放在身旁準備當午餐的頂級食盒。純白色的氣柱衝天而起，破壞雙休就算了，還敢踩我的飯！今天就算是玉皇大帝來了，也救不了你們。你如同被觸碰逆鱗的惡龍，連人帶刀化作一道刺目的白光，一刀鎮壓，全場死寂。皇帝激動地想要封你為萬戶侯，你卻只提出了一個極其簡單的請求：免除終身團建。你可以侮辱我的人格，但絕不能動我的工資。誰給你們的勇氣？自從拿到了御賜的免團建金牌，你成了整個北鎮撫司最肆無忌憚的上班族。上班品鑑頂級龍井，下班準點打卡。錦衣衛乃國之重器，你竟在公堂之上看閒書，本官要扣你1年俸祿。你在暗無天日的特務機構裡，硬生生殺出了一方淨土。聽到扣俸祿3個字，你翻閱畫本的手停在半空，眼底瞬間掠過一絲極其恐怖的漆黑殺意。你可以侮辱我的人格，但絕不能動我的工資。誰給你們的勇氣？
朝廷新派的巡按御史新官上任3把火，他身後的4名大内高手同时踏前，試圖掀翻你的摸鱼茶桌。你端坐在太师椅上，连眼皮都没抬，极其凝练的纯白内力顺着桌腿瞬间蔓延至整个宫房。没有震天廝杀，4名大内高手甚至没来得及拔刀，便被拔地而起的气浪死死压在地砖上。本千虎的绩效只有皇上能定，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管我的全勤奖？你端起茶杯轻抿一口，无视了吓得瘫倒在地的御史。当今的职场，今天由你这个满级大佬亲自整顿。千虎大人，叛军要烧案件库，咱们这几个月熬夜写的结案报告全在里边啊！悠闲的日子总是短暂的，当今朝堂的终极风暴，终于在一个即将下班的傍晚降临。狗急跳墙的太师集结了3000死士与叛軍，悍然发动兵变，直接包圍了北镇抚司。烧了镇抚司的案卷库，只要那些定罪的卷宗一毁，老夫便能东山再起。漫天火把照亮了夜空，3000叛軍如同黑色的潮水湧向案卷库，锦衣衛防線岌岌可危。而此時的你，正提着剛買的半隻脆皮烤鴨，哼着小曲，準點踏出辦公大院。千虎大人，叛軍要燒案件庫，咱們這幾個月熬夜寫的結案報告全在裡邊啊！卷宗燒了，意味着我要把那幾千份結案報告全部重寫一遍。聽到燒卷宗3個字，你臉上的輕鬆瞬間凝固，手裡的烤鴨差點掉在地上。這是當今最強打工人的終極逆旅。純白色的罡氣瞬間直衝霄寒，連天空的晚霞都被強行驅散。你小心翼翼地將烤鴨掛在門環上，緩緩轉過身，拔出了那把象徵着滿級裁決的繡春刀。你一人一刀，迎着3000叛軍，開啟了慘絕人寰的物理備份防禦戰。敢動我的下班 KPI， 今天你們這3000人，一個都別想活着回去寫檢討。老子熬了3個通宵寫的結案報告，你們敢燒一張試試？鎮撫司前院已經化為一片令人絕望的修羅場，不過這裡沒有血流成河，只有滿地被震暈的叛軍。不要管他，放火箭，把案卷庫給我燒了！只要燒了正中，他武功再高也沒用。老子熬了3個通宵寫的結案報告，你們敢燒一張試試？太師徹底瘋狂，下達了焚毀指令。漫天帶火的箭矢越過你的頭頂，直奔你身後的卷宗重地。這簡直是在挑戰當朝第一打工人的終極底線。純白色的氣罩轟然擴張，你將全部內力釋放，化作一個極其龐大的半圓形絕對領域，將整座案卷庫死死護在其中。成千上萬支燃燒的箭矢撞擊在砌牆上，瞬間化為齑粉，連一點火星都沒能濺落。太師的希望隨之破滅。你失去了耐心，與其在這裡被動地阻擋箭雨，不如直接去解決那個不斷製造麻煩的人。你化作一道刺目的白光，無視沿途數千人的阻攔，瞬間閃現至太師的馬前，一刀斬斷帥旗。打卡時間到了，麻煩太師親自把這結案陳詞簽了吧。你將一份早擬好的認罪書重重拍在太師臉上，今晚誰也攔不住你吃那隻脆皮烤鴨。皇上不可，微臣才疏學淺，這種一天10個時辰連軸轉的福報，微臣無福消受。太師兵變落幕，京城迎來了久違的平靜，而你作為拯救當朝江山的功臣，被皇帝緊急召入皇宮。陸愛卿，你力挽狂瀾，朕要封你為鎮國公，兼任錦衣衛總指揮使，賞黃金萬兩，賜婚公主。陸寒江，
你護國有功，朕心甚慰。今特封你為太子少保，賜婚太平公主。皇上不可，微臣才疏學淺，这种一天10個时辰连轴轉的福報，微臣無福消受。純白色的罡氣在大殿內瘋狂流轉，你為了躲避升官，用出了生平最絕頂的輕功。臣只要千戶的工資，敢動臣的8小時工作制，臣這就辭職回老家。最終，你頂着滿朝文武看神經病的目光，只領了修茶几的報銷款，揚長而去。江湖依舊險惡，朝堂依舊暗流湧動，但在那座擁有紫檀木茶几的小院裡，當今最強打工人終於過上了絕不加班的完美生活。